嗨，大家好。吃了晚饭以后再下来走走，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来逛街了啊。晚上8点多钟了，天色呢还是非常的明亮啊，所以北方的夏天啊，真的是美好的季节。现在气温大概20多度，虽然有些风，但吹得也不凉，但是肯定不热。所以这种天气啊，随意的上街逛逛，我觉得非常棒。到一个新的地方啊，总是怀有一些好奇，总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呢，到处走走看看，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状态啊。我觉得主要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啊，有时候会给我们有些参考。我觉得抱着这样的心态啊，随意的出来走走。今天早上我走到这边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有聊过，就是这个边上的 Canada Life， 应该叫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占地非常大，100多年的一个老企业。你看，都是用这种非常实诚的大石头做的墙面，非常稳重扎实的一个建筑群，然后把它连成了一片。而我的左侧就是我现在正对的地方，就是 Common Bear， 一个以前的法官啊，他的一个旧居从别的地方迁了过来，说明这边对于他们认知当中的文物呢，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现在我走的这条内街呢，就是左侧那条大学大道啊，平行一条小街。但是我一走出来呢，这边就是 Queen Street 皇后大街了，是一条横向的东西向的一条大街。那这条大街呢，我上次也来走过，我就感觉还是保留着以前的多伦多的一种景观啊，或者以前的一些老建筑。你看那个左侧的那些低矮的2、3层的一个房子呢，就很像中国上下九啊，就是100来年以前那种建筑啊，虽然风格各异，但是呢，确实都是以前留下来的一些低矮的建筑。但是街区在发展，我看后面起了很多的高楼，但是这个城市的规划者呢，还是把这些低矮的房子保留了下来，大部分的变成了一些商铺、餐馆、酒吧等等，所以他们还是蛮注重保留那种传统的老建筑的。这边呢，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餐馆，他们就会把那种餐桌呢摆到街上啊。这个就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就他们特别喜欢跟外面的环境啊融为一体。现在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正好是那些餐馆里面用餐的人最多的时候了吧。看到这边的这些餐馆大部分都比较小，生意呢看上去一般般啊，应该都没有坐满，很多都只坐了1/2甚至1/3的人。所以这边的生意呢，老实讲啊，就是只能说一般般。在这个路口呢，对面就可以看到CN Tower。应该你在这个城市里头，只要
任何地方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电视塔，观光塔应该是。那我就走在这条小路上，我就发现这边也是有很多的送餐人员就是中国送外卖的，但他们大部分呢都是骑着单车去送外卖，每个人呢都背着一个方方的这种箱子，这里面装着这些要送的餐饮。但是现在我也看到有一些呢也会用那种有电瓶的电单车，但是这种款式我真的不敢恭维就有点笨笨的，看上去设计的样子也不是特别好看。现在呢，我又右转到了一条街上，这条街道的名字呢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叫 Richmond， 就是富裕的这种意思。我现在这个右侧的这个大楼呢 ，Bell Media， Bell 应该是个电话公司的这个 Bell 大楼。这里呢应该有一些媒体比方说电视台还有很多呢可能就是一些游乐的地方。看马路对面就是像一个小公园一样游乐场一样的，它里面呢居然摆满了餐桌餐椅，就是大家在那边看着一个巨大电视屏幕在那边吃饭。还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在搞一个什么活动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你看这个街道对面那些墙上画着很夸张的一些画作，这些画作呢真的非常有西方的这种特色。就多伦多这个城市呢，真的还是非常有艺术感或者艺术气质的一座城市。就你看这些墙壁上画的画，还有对面那个大楼有装饰的这种花样还是让人家感觉这个地方真的蛮注重这些艺术的感觉。确实多伦多有很多的艺术馆、美术馆。你可以看到这边很多的这些餐馆他们都是把那个桌椅就像左侧一样都摆到了街上，马路对面也是如此这条街叫 John Street， 这边还留了一些老建筑，马路两边都是还是很漂亮的一些老建筑。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点呢就是现在的高楼了。这些现在的高楼真的我觉得不输给世界上其他城市的那种居住的漂亮大楼好，你看这边就是酒吧，老房子把那些桌椅都摆到了桌上，有些鼓动人心的音乐大家好像一边喝酒，心灵都随之跳舞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想要了解的真实的加拿大的普通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当然更多的是年轻人。
好，现在继续走过一条街，叫阿德雷德街。就这边呢，虽然我在附近住了有3个来月了，但是真的这个地方几乎都没有怎么来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街上行走的人们，在那个餐馆啊，坐在这个沿街的餐桌上的那些人们，会让人感觉到更真实的加拿大人。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时尚的气氛，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有时候觉得呢，加拿大这个社会啊，相对来讲啊，这边的人都还是比较的斯文、守规矩啊。但同时呢，他们也有一颗按耐不住的心。他们对于新的事物，对于个人可以去尽情享受的东西呢，也是毫不含糊，也会尽他们所能啊，去把握当下。去争取他们认为可以享受的生活。这边呢，已经来到了 King Street。你看啊，这条 King Street 上呢，还是保存了很多低矮的老的楼房，每一个楼的下面呢，全部都是餐馆，都摆到了街上。好，现在我就顺着这个 King Street 稍微走几步，看看这条街上啊那些旧区的模样，还有就是大家纷纷出动啊，这个夏天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最美的季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马路的对面的那些连绵不绝的餐馆，都把他们的桌椅啊尽可能的贴近了马路中央。有这种感觉，如果在中国的话，肯定要被城管啊立马就要把他们来制止。但这边呢，好像大家都无所谓。现在时间呢已经快8点半了，但是你看街上的行人就跟白天没有两样，甚至比白天好像更多。我觉得可能是地处北方吧，在一个时日比较短的冬天过后，万物都苏醒了，人的这些思想欲望啊都醒了过来，所以大家都会把握夏天的日照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尤其在下班以后啊，还有那么2-3个小时可以出来闲逛，可以出来享受，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珍惜。我在这边呢，很少看到有公共汽车，但这边呢，这个站有可能是那种streetcar的，在等候的这些人们，也可能等公共汽车吧。总之呢，搭乘公共交通的人其实也不少。
走过一条叫 Peter 的街道，就打算往南再去走走。好，现在走过这条阿德雷德街。这一路走过来呢，就明显感觉啊，这个城区啊，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城区，还保留着很多低矮的老建筑，但同时呢，也留下了一些传统的街区的样貌，有很多街边的餐馆，让大家呢可以坐在那边非常开心热闹。但同时呢，也有很多新的大楼。相信呢，搬进来的很多的新居民啊，住在这些还算蛮高级的这种公寓里面的人呢，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济能力，这就使得这边的一些街区保留下来的一些餐饮商店呢，有了强的消费力，所以这种新旧结合的区域呢，就一直延续着。一直去到接近前面的叫前街，是弗隆特街道。现在我对着的这条街道呢，是威灵顿街的西侧。大家可以看看，这边呢已经崭新的一片面貌了。You wouldn't even stop for the signal if you weren't with others. Yeah. There you go. Yeah, 3. If he couldn't fight a bit, ge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fight like there. Yeah, how did you feel like it's so it'll be like it'll be green second they stick the bikers.这里呢越来越接近湖滨了，前面呢就是 Front Street West， 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新颖的住宅大楼，质量呢都非常高，造型也非常的新颖。就在前面一点呢，就是一个应该是 Rogers 体育场，应该也是加拿大一个叫 Blue Hills 的主场。一个球队的主场吧。走
了20几分钟了，都已经差不多来到湖滨了。前面呢，应该就是号称多伦多的一个娱乐区，这边有众多的球场，也有很多的类似博物馆，还有会展中心，包括水族馆等等吧。这片区域呢，每当有体育活动时候，就是最多年轻人的地方。而它边上呢，就是CN Tower。那么CN Tower呢，其实本身也算是一个游乐设施，特别对于那些到这边来旅游观光来讲，几乎就是必到的地方。现在呢，我走上一座桥啊，下面呢就是铁道。那我们呢曾经坐过好几次火车，从 Union Station 出发，然后一直呢就往西尔去。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铁道两边啊建了很多的楼啊，其中很多楼呢就是香港李嘉诚公司他们在这边呢叫康扣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发展的。现在短短的只有几节车辆的那个火车呢，就是 UP Express， 就是去机场的快线啊，一共就停3-4个站而已。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很高的住宅楼，也有娱乐区的一些设施。就我们看看，不妨走到里面去看看。现在我横穿过马路，就来到了这个球场的边上。这是一个巨大的球场，可以看到啊，这个挂着很多球星的照片，应该就是一个棒球队吧。但我们对棒球呢就不是特别熟悉了，但这边人呢应该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体育项目。看到这个里面好像灯是亮的，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比赛。瞧瞧我的右侧那些高耸的住宅楼，一直延绵到湖滨。这个里面呢就是球场，我看这个是一个下沉式的球场。
这边呢应该是卖票的售票厅了，但今天窗都关着，应该是没有比赛。围着这个巨大的体育场走了半圈，现在针对的呢就是更密密麻麻的一片建筑群，有住宅，有办公楼，有酒店。左侧呢就是 CN Tower 了，但这边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娱乐的设施，一些好玩的地方。你看啊 ，CN Tower 边上就是一个水族馆，而我的右侧呢，它是一个有老火车组成的一个火车博物馆，当然还有很多像一些我也搞不清楚名字的一些人物雕塑啊。你看我的右侧马路对面呢，就是一些老的火车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火车的车厢等等呢，就闲置在这空地上组成了一个铁路的博物馆。这个后面呢，就是高耸入云的各种各样的楼房了。而我的正对面呢，就是高耸更入云的CN Tower。路边呢也有一些马路画家给人家进行速写啊。不是，他达不到，就300、750。大街上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刚刚听到有人讲的中国的普通话，但也有一些印度腔的英语等等。
你看那马路边啊，摆了很多的那种鲜花，说明这边还是挺爱美的。看到这个里面呢，应该就是铁路博物馆了，放着各种各样的火车。看，有 Canadian Pacific， 也有 GO train， 也有其他的一些火车车厢，更多的是一些老的火车车头，这还是很有意思。我看有人在里面参观，我不知道是不是随意可以进去，还是要买票的啊？我没找到门。我们来这边啊，四周看一看啊，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建筑群，基本上都采用的从玻璃幕墙为主啊，或者是落地玻璃这样的装修。现在我来到了 Low Simcoe 这条街上，我看了看时间呢，快到9点了，我想天很快就会黑了，我就见好就收吧，从这边呢往回走。所以你看边上呢还是会有一些绿地啊，供大家休闲，而前面呢是一个会展中心，在前面是洲际酒店。现在经过一条满满涂鸦墙壁的隧道，上面呢应该就是 Union Station UP Express 车站的地方了。这个还不是普通的涂鸦，我看这个画都画得挺漂亮的。
这里呢已经到了 Front Street， 我想走一条 Simcoe Street， 这条路应该没怎么走过。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50分。我现在从湖滨那边走过来，走过这条 Front Street， 沿着Simcoe这条马路呢向北走一段。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我看那些餐馆里面真的坐的人还是很多，马路上走的人也不少。所以给大家一种还是非常有活力的感觉，应该呢也是比较安全的这些路段。这边呢已经到了 William Street。左侧呢应该也是一个类似大礼堂一样的建筑物。马路对面呢有一个教堂，但我也分辨不出来是哪个教派或者是哪种教的教堂，感觉有一种基督教跟清真寺相结合的味道。这个地方呢叫一个 Thomas Hall， 应该就是一个大家集会进行各种活动的地方。突然发现我可能是走对路了，我已经看到我住的地方边上那个 Canada Life 那几栋楼了，原来就在前面。眼前这条路呢就是 King Street， 可以看到这条街啊
这边呢已经完全变成了新的大楼了，而这边呢还有一些以前建的5、6层、6、7层高的这种老房子，看上去非常扎实稳重。There's a bunch of stuff. That's where they have the 今天呢，上午我走了一段 King Street， 一直走到了贝街，然后从贝街呢再走到Eaton Center， 那边呢就有转到 Dundas， 转了一圈回来。晚上呢再次出去散步走到现在应该走了40来分钟了。从住所出来，穿过一些小街，意外的发现真的很漂亮，而且很有那种生活风情，有很多人在那边吃饭喝酒，马路上人非常多，然后一直去到 CN Tower 门前，再往北走了回来所以这段步行既可以健身又当观光，感觉非常棒。感觉这边人叫 Uber 呢，就跟中国叫滴滴一样，非常方便。而且据说绝大部分人都不叫坐车了，直接就打 Uber， 就跟中国叫滴滴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呢，我回到了大学大道。
马路对面呢，希尔顿酒店啊，那个地方呢也是有pass的道可以走到地下去的。而我的左侧呢就是香格里拉酒店和它的公寓，就门前的这个钢的雕塑啊，特别好看。在多伦多啊，傍晚时分吃了饭以后，在凉爽的气温底下，这样的散步是非常轻松，真的非常的愉快。所以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再到这边来小住一段时间啊，我想感受可能会有更多更深一些。走过这条 Richmond Street， 我看到街上还是有很多人骑这种共享单车，那很多人呢是为了最后1公里去到公交站、地铁站，但我相信呢，也有一些可能只是骑着它到处闲逛。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费用啊还是偏高一些，因为你坐地铁呢，2个小时以内无限换成3块3毛5，那你半个小时租一个这样的单车，其实也是相当的费用。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单车跟那个公交连成一片的话，可能更有意思。就比方说，你在这边付了钱以后，你在半个小时以内啊，搭地铁就不要再付费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来利用啊。好了，我现在呢又回到这个 Campbell House Museum， 就是这个以前的大法官的老家啊，搬到了这边来了。我看这个里面呢搭了一个这种透明的房子，可能要搞什么活动了啊。看了一下时间，现在呢刚好是9点整，走了50多分钟的路啊，接近1个小时，走着、看着、说着，非常愉快的一段步行漫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对多伦多呢留下一些小小的印象，以后有机会呢到这边来走走看看，当做观光旅游。好了，这一段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改日出行再会，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